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mma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到了一个瓶颈期，想要学习更地道、更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，或者你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，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今天去理发了，刚刚回来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比以前清爽了？刚好借着理发的这个机会，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理发那些事。我在中国、日本、法国这3个国家理发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首先说说我出生长大的地方，中国。在中国，理发它的宗旨基本就是2个词，一个是商业。商业是什么意思呢？基本上就是从你进理发店的那一刻开始，接待人员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尽可能的去推销一些服务。比如说你进店之后，就会问你有没有想要指定的理发师。这个指定的理发师呢，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有总监级别的，还有店长级别的。那每个理发店会有不同的规定，基本上你指定这些人理发的话是要加钱的，可能是加30，也可能是加60，这个都不一定。那接下来在洗发到理发的过程中，所有接待你的人会不停地给你推销各种东西。比如说在洗发的过程中，他关注的点不太是你舒不舒服，水温是否合适，他更多的注意力呢都放在推销他想要卖的产品上边。比如说会找你头发的各种缺点，比如说你的头发特别细，你的头发特别少，你的头发特别干枯，还有分叉，或者是你的头发特别油。总之你的头发一定是有问题的，而且问题还挺紧急的。其实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发质还是有基本的了解的，但是被反复的这样说下来，心理上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的。因为毕竟头发少或者是头发枯黄，这个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啊。虽然我已经尽力去养护头发了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啊。这个东西跟天生跟你的基因也有很大的关系啊。然后接下来就到理发的环节了。那理发的过程中呢，他会问你要不要办卡，就是会员卡。那如果要办卡呢，可能就要一次性交，比如说10次的钱，甚至是一次性交20次的钱。那这样呢，你每次算下来可能类似于是8.8折的优惠之类的。但是一般情况下啊，我是不太会办卡的。但是他会不停的这样去劝你，不停的去推销，就让你整个理发的过程中其实是处于一种一直在被迫回答问题，一直在听对方挑你毛病，一直在不得不接受对方给你的这种销售的这种话术性的洗脑，就是有点累啊。而且所有的评判当中就是带着批判，有那么一点点挑毛病，总之是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感觉。那我一般情况下是不爱办卡了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总是去同一个地方，除非我遇到的理发师技术特别高超，剪得特别漂亮，那我可能下次还要去这个地方。
即便在结束的时候，他们也还是会抓紧最后一个机会，不断的给你推销，比如说你头发需要加强护理，所以我们这一款油是很好的，我们这一款这个什么什么液是很好用的，所以你确定不买吗？这样的就反复的推销，从开头到结尾。一般情况下呢，心理不够强大的人肯定是会从理发店要买一些东西的。所以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。所以说这个商业属性非常明显。我说到第二点呢，就是方便，也就是大部分理发店都不需要预约就可以随时进去的。我在中国几十年，理发从来都没有预约过，全部都是随便走进去，然后随便选一个理发师，或者偶尔看一下理发师的排名。当然，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很稳妥的办法了，因为很多理发店，他为了让顾客有安心感，他可能每个理发师都是总监，也不好说。因为只要你不常去的话，你是不了解他的这个排名的。我之前就听说过一个理发店，差不多3-4个人都是总监，这样算下来是不是就有点点商业欺诈的意思？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，也感觉是一个小小的营销手段吧。反正知道真相的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的。之前潜意识当中总觉得总监级别的肯定是要技术好一些吧，后边才发现其实完全没有关系，全部都是他们的营销套路。不过不用预约真的很方便，也就是你不用提前做计划，什么时候要去理发，就临时起意走在路边，看着这个理发店的装修风格你比较喜欢，整个氛围觉得很舒服，就可以进去。基本上也不用排很久。我之前在国内全部都是这样剪的。那现在回想起来，在中国理发的那几十年当中，我印象当中只有遇到过一个理发师，他真的是非常专业的。他当时没有特别积极的去推销他的产品，反而问我一些问题，比如说聊一些基本的护发的一些个小技巧，也会问我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洗发水。我跟他说完之后，他就非常无奈的说，现在的人基本上选洗发水都不太看这个洗发水的酸碱性了，你们基本都是看这个广告，哪家请的大明星做的广告多，基本上哪家销量就是最好的。但实际上大家完全没有根据自己头发的发质在选洗发水，很多洗发水是碱性的，很伤头发。其实呢，应该用微微的弱酸性的洗发水才是对头皮对头发最好的。哪些产品是去油的比较好，哪些呢是比较滋润型的，那哪些呀是去屑的洗发水之类的，就跟我聊了很多。当时就觉得哇，这个理发师真的很专业，而且他技术真的也特别好。我当时还是长发，就是基本快到这个位置了，长发到这儿。我还记得那次是烫了长发的大卷儿，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会儿那个大卷儿还是很漂亮的。当时烫完之后也觉得好漂亮，觉得理发师懂得又多又很专业。我记得当时是在大连，可惜的是在那之后呢，我后边就搬家去了另一个城市了，所以也没有机会再遇到过他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依然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、感觉最专业的一个理发师。前几天在刷抖音的时候，竟然刷到了大连的那家理发店。他现在呢，经常会给顾客拍那个 before after 这种的视频，就非常短。前面呢会明确的问你想要什么的发型，把原始的模样记录下来。后半段呢就是理完发之后的样子，
就每个人真的是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，就被他理完头发的女生，每个都变得比以前更精致、更漂亮了。所以发型真的对颜值影响还蛮大的。对，所以我在想，下次回国经过大连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去那里理一次头发，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说一说法国吧。在法国理发的体验，如果用2个词来概括的话，就是自信和自由。自信的意思呢，就是他们跟顾客确认剪发意愿的时候，就感觉很简单。你确定剪一个这种波波头吗？那好的，长度大约到这里，对吧？好的。接下来就开始剪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几乎不会再跟你确认这个头发这个长度到这儿好吗？或者是这个地方怎么样啊？几乎就不会再确认了。有一种就是这是我的专业，所以你交给我，你放心，你就等着结果就好了，那个感觉。所以说他对自己的手艺是很自信的，而且就不太喜欢你解释过多的东西，会有一种你是在怀疑我专业吗？那个感觉。总体来说就是他对自己就是比较自信，这个自信不仅仅是对他自己的这个理发的技术，可能也有对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样发型的那个感觉。那我说的自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不太会去推销产品，就是聊天的内容真的是天南海北，旅游啊、喜好呀、度假计划呀，就真的是想起来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比起中国这个以销售为目的的聊天，他们的聊天呢，就是更纯粹、更自在。它也不太像是说顾客跟服务者之间的那种拘谨的感觉，就很像平等的2个人那样聊天的感觉。包括很多时候也不拘小节，你的夹子呀，或者他理发的那个小的梳子掉在地上之后，他也会从容不迫地捡起来，抖一下，然后接着给你梳头，就都还挺随意的。但是这个氛围呢，还确实是挺能让人放松的，因为你不太用担心这个话说的对不对，对方会不会爱听，或者是一直要微笑着去回应对方啊。那你不想说的时候，你就听他讲就可以了。所以整体的互动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有的店是需要预约的，有的店就不需要，这个可能也是跟不同的店主所定的规矩吧。大部分理发店在周日是不开门的，这个是不是有点难以想象？因为我们常规想象就是周末，那最是赚钱的好机会啊，对吧？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周末休息啊，所以肯定周末要开门的哟。可他们却不是这么想的，在他们的这个理念当中，就是无论我做的是什么行业、什么职业，但是我有周末休息的权利。所以说，有的理发店是周六休1天，周日关门；有的理发店干脆就是整个周末都关门。对于消费者来说，可能有些许不便吧，但是对于理发师确实是挺好的。毕竟谁不想周末见见朋友，跟家人待一待呢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自由感真的是体现在他们生活里各个行业里的方方面面了。接下来就说说日本吧。在日本理发的体验，给我印象最深的2点，第一个呢就是情绪价值，第二个呢就是专业。情绪价值基本上就是从你入店那一刻就开始了。不仅仅是前台接待，
就从你打开那扇门走进去那一刻，看到你的所有人都会热情地喊一句欢迎光临。那这种是非常拉近距离的，因为去理发店普通人毕竟不会那么频繁，不像去餐厅可能每天都要去，理发可能就2-3个月才去一次，也就是大家见面的频率是不太高的。所以时隔2-3个月再去到一个店里，其实心里边是有一点点的忐忑和紧张的。所以当你听到对方热情地喊了一句欢迎光临，那个感觉就真的很亲切，觉得你们之间建立的连接还在，你在这里是受欢迎的，所以真的就是情绪价值拉满。那很快呢，他们就会安排你入座，接下来专业的理发师就会过来跟你沟通具体的细节。比如说我这一次想染一个头发，因为我喜欢比较自然的颜色，接近我自己原来的发色，所以理发师就会非常耐心地跟你沟通哪个色系。然后我说完比较自然一点的发色之后呢，他还专门拿过来一个就是头发那个颜色的对比卡。基本上就是数值旁边对应着具体的发色，所以一目了然，很明确数值是几，将出来的颜色是什么样的。最后我选了一个中间色 6.5， 理发师也说这样的话会非常接近你原来的发色，非常专业，他们一定会确认顾客的意思，基本不会出错，才会到下一步。接下来他会重复你今天要干的事情跟你确认。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剪发、染发加做护理，确认的内容呢非常详细，尽量确保哪一个环节都不会出现误解。那染发呢是要先染后洗的，所以他就调配好那个染发膏，然后就开始给我染了。当然在染发之前呢，耳朵会先戴上那个小的塑料的一个小帽子一样的嘛，扣在耳朵上，这样耳朵就不会染上颜色啦。然后他和他的同事就一起给我染发。在染发的过程中呢，也会各种夸你的头发有什么什么优点，夸你的皮肤很好啦。总之沟通的内容就是对你各种夸奖，跟中国的理发师之间那种各种的打击你，说你头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沟通模式是完全相反的。这边他就会尽量找着你的优点来讲，那这个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吧？那我头发比较少，比较黄，但是他就会说比较柔顺啊，这样的容易上颜色呀，总之一定会找到让你觉得开心的点去跟你聊。他们在聊的过程中呢，不太会涉及私人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你的头发有什么特征，可以怎么护理，那你聊的时候还有什么关于头发的烦恼吗？想要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啊？他都会跟你去聊。包括我头发在夏天的时候，外边一下雨，头发就会轻微的打卷，整体呢就会有一定的那个卷的弧度，头发这个地方的小绒毛也会有卷，这个可能就是天生的，没办法。后边我还跟他聊，我说我之前在夏天的时候都会专门做那个头发的拉直，这样的话即便下雨阴天，头发也不会再变成卷的样子了。我说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拉直过的头发呢会这样紧紧的贴在头皮上，就看起来它不是这种蓬蓬松松的感觉，所以不太自然，所以有点烦恼。然后理发师就说这样啊，他说那今年夏天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试一下呀，我们现在只把前面这一部分给你做拉直处理，
所以后边整体的部分呢，还是维持着它该有的这个蓬松性，就可以解决你的烦恼啦。那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夏天的时候一定欢迎你来试一下之类的。就是他们即便在推销自己的一些个服务或产品，但是非常有分寸，点到为止，给你充分的自主选择权，不会那种像中国那种销售那种，就是非常强的压迫感，一定要促成某一单生意的那个感觉。所以他们的这个沟通是很得体的。整个过程中就是在认真的剪头发，认真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，一直在夸奖你，跟你笑脸相迎，尽量找跟你有共同兴趣的话题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是挺厉害、挺专业的。那我说第二个专业的意思呢，跟法国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法国的理发师专业的那个感觉呢，是他觉得自己很专业，所以不太需要客户给我的意见，我知道怎么剪的那个感觉。至于这个结果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，这就不一定了。有的时候可能达到你的预期，剪得非常漂亮，有的时候可能突然就剪得过短啦，或者是哪里不合适了，但他也坚持认为很好看。但是日本的这个专业，它真的是建立在这个一定流程专业的标准之上的。而且反复确认客户需要的东西，尊重你的选择。所以这一点就理发的话，真的是日本完胜。好，我们接着说染发的那个流程。那染完头发之后呢，脑袋上会被附上一点保鲜膜，你要等大约30分钟。这个过程呢，为了避免你无聊，他会提前放一本杂志在那里，还会放一个 pad， 你可以玩也可以读书。他还会问你要不要喝点东西，他们会提供咖啡呀、茶呀之类的饮品。就整体来说，你整个过程是非常放松、非常舒适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觉得时间那么漫长，就一直被呵护着的感觉。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理发师就过来确认了一下我这个发色，说上得不错了，那现在我们要去洗头发了，请这边走。就一般情况下，理发师比较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助理会帮着去洗头发。那细节也非常多。比如说那个水直接冲上来可能会凉嘛，一开始他会先把水龙头在那放一下，等温度合适了之后让你躺过去，因为躺着的时候你眼睛就是看向上边的，那理发师要帮你洗头呢，他是要看向下边的，那这样四目相对就会有些尴尬嘛。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会给你一个眼罩，或者是放一块白白的毛巾，干干净净的这样轻轻的搭在你的眼睛上，这样他就会开始帮你洗头发了。在洗头发的过程中，他不断的问你水温合适吗？会烫吗？或者是这样可以吗？之类的。也就是温度，它虽然已经调到了他认为合理的温度了，但是毕竟每个人对温度的这个感知程度不一样嘛，所以他还是会再次跟你确认，这个温度合适吗？之类的。就非常的体贴。接下来呢，他要操作的每一步，他也会告诉你，我现在要给你洗头发了，现在要给你上洗发水了，现在要开始给你护理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我现在来帮你按摩一下头皮之类的。这样一顿操作下来之后，你在那躺着就真的还挺舒服的。慢慢的呢，就也放松下来了，也就挺喜欢去理发的了。全部都洗完之后，会帮你把头发包起来，这样就开始去理发了。当然起来之后，他有时候还会问一下需要用洗手间吗之类的。就非常的贴心吧。包括上下台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洗头发的地方比普通的地方可能要高出一个台阶，他就会告诉你小心台阶呀，
请这边走之类的，就是这个分寸感和这种亲切度吧，我觉得是拿捏得非常好。所以去理发好像就不仅仅是理发了，你能感觉到它的服务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。然后接下来回来之后呢，就开始理发，理发就很顺利了，就差不多几分钟就剪好了，确保这个发型是比较完美的。它在吹干之后会再次给你修剪长的地方啦，有漏掉的部分啦。那这次理完的时候，还有一点点小地方，理发师在帮我修剪的时候，突然他的那个小木梳掉在地上了。因为地下相对比较干净了，而且地下呢都是掉的是我自己的头发，剪过的嘛，所以我潜意识当中就是它捡起来接着梳，我是不会生气的，没有关系。但它掉了之后，立刻捡起来甩了一下，就放在旁边了，又找了一把新的梳子给我梳。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在法国那次，他们掉了之后就从从容容的捡起来，甚至一点都不想隐瞒的，直接就在接着梳你的头发。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好笑，但是在日本这边几乎吧，我去的理发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，全部都是不小心掉了，一定要换一把新的梳子。我当时看到这块我就笑起来了，然后理发师就也笑着道歉嘛，说：“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非常抱歉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没关系。”其实我笑的不是他，我是想起来在法国的那次理发的那个经历。最后一步呢，他会给你打开一个大的镜子，让你从后边给你照，前边也能看到。然后问你还有没有要修的地方或者觉得不满意的地方。最后就完美结束了。那到这之后呢，就该是去付款了。这次付款特别有趣。这个理发师呢是个女孩子，她也戴了个眼镜，她就说：“啊，你也喜欢戴眼镜，平时不戴隐形吗？”我说：“平时我说基本就到重大场合才会戴隐形，因为隐形戴时间久了的话，眼睛就会酸痛，而且第二天眼睛的红血丝就会特别多。”她说：“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是的，我也不喜欢戴隐形眼镜。”我也是眼镜派，就特别可爱，就很有亲切感。接下来去结账的时候，他电脑操作了好久都没有操作好，所以他就有点着急，他就拿了一个计算器，上边打出来数字，这次一共要花多少钱？我记得是11450是日元，对。他摁完之后呢，没有看就直接拿给我了。我看那个显示器一看是0，我就故意跟他开玩笑，我就说：“啊，本当ですか？この値段で。”他还有点疑惑的说：“啊，是的，是这个价钱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可真的要按着这个价钱付咯。”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？”他一看是0，他就瞬间有点慌乱了，他就说：“太抱歉了。”然后我也希望是这个价钱，但是太不好意思了。我说：“啊，没关系，我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”然后这边他就又重新打了一次，把这个数字打给我，后边给他结账。结账完之后呢，最后一步，对，这个开头的时候忘说了哈，就冬天嘛，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厚，那这样进到理发店，你坐在那里是不太舒服的。所以你一进去之后，前台人员就会跟你说：“啊，你好，需要存一下你的大衣吗？”他会帮你把它放在柜子里边，同时呢，会有其他的放包的小柜子。他就说：“啊，那里边可以存您的包哦，这样把包放进去，然后有个小锁，锁上，然后你拿着钥匙，就是非常的方便体贴吧，就是能感觉到为顾客想到了每一步。”到最后一步当然就是帮你拿回来大衣，你打开储物间取回自己的包就可以离开了。之前在中国和法国的话，那理发到这一步已经完全结束了，但是在日本还没有哦，它还有最后一步，就是会把你送到店门口。我去的这家店呢，这个小姐姐每次都会把人送到店门外，
在那跟你说今天谢谢你来，然后路上小心哦，这样的，下次再见之类的，然后还会跟你鞠躬再见，非常专业、认真又体贴的完成这一次服务。所以很多人都会为日本的服务折服啊，真的是从进店那一刻一直到离开，每一分钟真的都是认认真真在对待每一位顾客的，就是你能感觉到自己被重视、被尊重的感觉。就是这种细致程度，我觉得已经好像到达顶峰了吧，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再挑剔或者是提高的地方了。理发是一部分，给你的情绪价值，还有头皮和肩膀的按摩，这些其实全部都被归纳为理发的一部分。理发真的变成一个非常愉悦，也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一个活动了。有些人说，那是因为价钱比较贵吧，所以服务比较好。其实，应该说在发达国家，理发应该价钱都差不太多的，但是服务能达到这个标准的，真的是屈指可数。最后再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护发的小技巧。这个呢，就是从中医角度上来看是这样的。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头发容易掉脱发，那这个时候就很担心，就更不敢梳了，就会觉得好像拿梳子一梳，头发掉的就更多了，所以不敢去梳头发，认为这是在保护头发。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常识性错误。无论是从中医角度，还是从理发师那里得到的建议，头发一定要经常去梳的。你在梳头发的过程中，其实掉下来的那些，不是你把好的头发给拽下来了。大家可以试一下，你这样捋一下头发，如果掉下来头发的话，你看一下掉落头发的那个发根的部位，它已经是有点干枯的样子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能这样轻松拽下来的头发，都不是你拽下来的，是它本来就已经失去了营养，马上就要脱落了，并不是你摇下来的。就像树叶吧，到了秋天之后，对吧？天气一变冷，然后营养一不够的时候，风轻轻一吹，叶子就掉下来了。所以能让叶子掉下来的，不是秋风，可能是这个季节，或者是它的养分不够了。头发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经常去梳一梳，包括这样去按一按头皮，这样其实能加速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头发的发根是有护养作用的。所以一定要头发要常梳。另外呢，梳头的材质，我们中文管梳头的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叫做木梳。没错，梳是这个动作，而木呢就是木头。为什么要用这个材质呢？从中医角度上讲有点复杂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，就是说中医里认为头发呢是由肝来主管的。所以因为肝有再生功能啊，对吧？所以肝它管的部位就都有再生功能。比如说头发长长了，我们可以剪掉，它还会再长，所以它是肝脏在管的。那我们身体还有一个部位也是可以剪掉的，没错，就是指甲，对吧？指甲剪掉之后呢，它还会再长，所以指甲呢也是由肝脏在管理的。那在中医的五行当中呢，肝是属于木的。这个属于可以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肝就像木头一样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凡是木质的东西都利于你养护肝脏。那头发是肝在管，而木质的东西呢又能养肝，所以用木质的东西木梳来梳头发，对头发是有护养作用的。千万不能用塑料的梳子或者是金属的梳子，这个是对头发有毁灭性的打击。那
除了这个木质的梳子，其实还有一种梳子也不错。大家能想到吗？这个如果没有中医知识的话，可能有点难哈。那我直接就揭晓答案咯。还有一个材质呢，就是牛角梳或者是羊角梳。这个原理其实从中医上来说，其实也很好理解。比如说牛，或者是羊，它打架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角去顶别人，对吧？而我们中医当中呢，是肝是主管一个人发怒啊，这个情绪调理啊，都是由肝来管理的。所以呢，当动物牛或者是羊生气的时候，用犄角去打架，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犄角也是有肝的属性的。我们刚刚讲过吧，用同一个属性的东西去梳头发，对头发就有护理作用。所以在中国卖的比较火的梳子呢，基本上就是羊角梳、牛角梳，而最传统的梳子呢，肯定就是木梳了，木材做的梳子。大家了解了吗？以上呢，就是我在3个国家不同的理发体验，还有结合着中医知识给大家养发护发的一点点小建议。那大家都多久去一次理发店呢？你们每次理发的体验怎么样呢？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理发店，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生气后悔再也不想去的理发经历呢？欢迎大家在下边评论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